白灵，昔日一别，竟成永诀。我再也没有想到，会有站在你的坟前祭拜的一天。你爹究竟是谁？他可知道你娘所为他遭受到的不幸？我说过我没有爹。好，让我这样问你吧。是谁让你娘怀上身孕的？在你娘难产之时，那个人可曾来探视？那个人可曾有愧疚之心？那个人在抛弃我娘之后，从来都没有出现过。像那么薄情的男人，根本就没有心，又怎么会心怀愧疚？马帮耳目，遍布天下，要找一个人又有何难？难道白大当家的就这样轻易放过他不成？我爷爷对他恨之入骨，从来不许任何人在他面前提起。如此说来，又如何让你娘在九泉之下瞑目呢？我会让我娘瞑目的，我也会让那个薄情的男人得到报应。你能够找到他？我不仅能够找到他，我还要让他在我娘的坟前以死谢罪。如今他人在何处？如今他就在我娘的坟前。你是说我是你爹？我说过我没有爹。今天就要拿你的性命祭奠我娘的在天之灵。你就是我的女儿。行，住口！你没有资格说这种话。你从来都没有尽过一个做父亲的责任，你甚至都没有好好的对过我娘。你凭什么这样一走了之？你凭什么将她抛在九霄云外？当我娘为了生我奄奄一息的时候，你竟然还依然在那里当你的八王爷。当我娘离开人世间的时候，你都不肯去她的坟前为她祭拜。你凭什么让她不顾一切的以身相许？像你这样的人，还凭什么可以活在人世间？我不知道，白灵，我是真的不知道。我不知道她怀了我的骨肉，我更不知道她还因此而死。若早知道，我会不顾一切来找你的。不要找理由，这不过是你担心死在我剑下找出来的借口。不是在找借口，我是真的不知道。不管你信或者不信，如果你对我动手，
毫无半点闪躲。就凭我的武功，就算你想逃，逃不掉。问世间情为何物？如果你真的要我一死偿命，你就动手吧。好，今天我就替我娘除去你这个无情的负心汉。展昭，谁叫你插手我们的事？展宝在此，休想伤害王爷。展护卫，你的确不该插手此事。王爷，展昭，你都听到了此事与你无关，还不赶快让开！你们的私事我不应该插手，可是天底下哪有亲生女儿杀害亲生父亲之理啊？光凭这一点，展宝非管不可。我就不信你能挡得住我！爷爷，白老东家，小双，你这是干什么？爷爷，我要拿他祭奠我娘的在天之灵。你明知他是你爹，你不能杀他。爷爷，他不是我爹。如果他有半点人性的话，就不会在我娘死的时候都不来看他。他不能来。为什么？因为我不准他来，更不准他来上坟。死者为大，我们不该在这里惊扰灵儿的灵魂。回马帮去，让我们把这20年的恩怨一次说清。不错，这里正是当年你来马帮之时的住所。当年的一切由此开始，也该在这里结束。爷爷，我在等你说清楚，为什么我不能杀了他。那你就必须了解当年他来我马帮的情形。我不觉得这些陈年旧事和这件事有什么关系。不，有关。没有当年，就没有今天，更不会有你。当年，朝廷为充实军备而购买军马，马帮虽为江湖，却也为朝廷尽点力。于是，当年的八贤王就亲自前来马帮。
下安然无恙？他们这些人来自西夏，他们是不想让你买马。姑娘怎么会知道呢？我是马帮的人，白大当家是我爹，我叫白灵。这边请。八贤王一路辛苦了，老夫白鹰未曾亲自迎接，还请不要怪罪。白大当家的好说，若非马帮搭救，在下早就命丧西夏伏兵之手了。八贤王为朝廷前来买马，大宋的军备因此而充实。日后两国战争对西夏当然不利，只是他们绝对没有料到已被马帮探得了他们的阴谋。这都是白大当家的领导有方，同时，白大当家的又肯为国为民贱价出售马匹。赵德芳在此代表朝廷，向白大当家的当面致谢。万万不敢！请坐。八贤王乃是大宋皇室王爷之尊，白鹰一介江湖草莽，没有大礼参拜，以示失礼，又岂敢当八贤王一个谢字？朝廷礼制本就不及于江湖，同时白大当家的愿意为国为民，协助朝廷充实军备，实属难得。在下也不敢以王爷自视，请白大当家的以朋友论交。好，的确不愧为八贤王，白鹰由衷佩服。不过挑选良驹还颇需时日，还得请八贤王在马帮委屈几日才行。西夏行刺阴谋不会轻易放弃，在此期间，八贤王的安全当由我马帮负责。灵儿在。八贤王的安全就交给你了。是，包在我身上，只要有我在，谁也动不了他。小女白灵武艺高强，除了保护八贤王之外，也可利用空闲之时，充作向导，看看西北的风光。那就有劳白姑娘了。哎，如果你真的要和江湖人交朋友的话，那不能那么客气啊！你可以直呼我的名字，叫我白灵。是，在下恭敬不如从命。这就是当年的情形。你娘就在那时和王爷相识。人非草木，孰能无情？挑选良驹，的确费了不少时日。朝夕相处，日久生情，我和白灵竟然在不知不觉中逾越了该有的分寸。白大当家，这也是我永远无法弥补的愧疚。这也是当年老夫不肯原谅你的原因。各位，请听展昭一言。江湖儿女不受礼教束缚，白灵出身马帮，个性豪爽，敢爱敢恨，那是理所当然。他对王爷情有独钟，才会甘心情愿以身相许。倘若我们用世俗眼光去评论于他，展昭认为，这不但看轻了他，更玷污了他和八王爷一段刻骨铭心的情缘。怪只怪我娘任人不亲，一番情谊竟然交给了一个薄情寡义的负心汉。小双，爷爷，我没有说错。他离开马帮之后，从来都没有回来看过我娘，这不是薄情寡义是什么？不，他来过，只是当时你娘已经怀上了你。白大当家的，你为何不让我见他？
不是我不让你见他，而是他不愿意见你。为什么？不为什么，王爷，我倒要问问你，为什么要见他？马帮协助朝廷购买军马是公事，老夫要他保护你的安全也是公事。王爷怎会如此有失分寸？白大当家的，你不必再说了。你是当朝的王爷，我是马帮的帮主，彼此都不能失了颜面，所以老夫才避开外人。不过老夫要慎重地告诉你，从今以后马帮不欢迎你，老夫也不准你再来找白灵，否则休怪江湖人不识王法，不知轻重。白大当家的，王爷请自重，白灵不想见你，老夫也不打算向你追究此事。不过你必须立刻离开，永远不要在我妇女面前出现。你请吧。他走了，走了。那就好。灵儿，虽然你不许爹杀他，可是难道你自己就这么算了不成？爹，这是我自己心甘情愿的。女儿本来就没有打算让他负责。他来自皇室，而我却来自江湖。我们俩门不当户不对的，这样下去是不会有好结果的。爹可以逼他把你娶进王府。不，爹，我了解他，不用你去逼他，他也会把我娶回去。可是我自在惯了，我不可能去过那样的生活，那样对他、对我、对我肚子里的孩子都没有好处。可是你，日后你如何再嫁给别人？爹，女儿不想嫁人，我只希望可以平平安安的把孩子生下来，我们祖孙3代可以在一起好好的过日子，就足够了。你真的这么看得开？这不是能否看得开的事。爹，能怀上他的孩子，我就心满意足了。我不在乎别人是怎么看的，我只知道我爱这个孩子，并且我会把他好好的抚养长大。爹，这才是女儿真正想要的。你的想法始终与人不同。既然你早已下定决心，爹就一切依你。原来那时他就已经怀上了小双，那就是他不肯见我的原因呢。不错，灵儿一向有主见，老夫也知道，对她勉强不得，只好由她。好，就算当时不见他是娘的主意，那为什么娘过世之后，他还是不肯来？小双，那是爷爷不准她来。爷爷，如果他像娘对他一样那么好，就该不顾一切的过来看他最后一面。不，他也曾经试图要来。白大当家的，不，
我必须告诉小双，这个责任不该由你来扛。爷爷，这到底是怎么回事？你娘生下你之后，犯了血崩之症，临终前不顾我的反对，派人去通知她，而我突然之间失去相依为命的女儿，于是也失去了理智。回去！白大当家的，回去！白灵他，我不许你去看他。不，我要在他入殓之前见他最后一面。他是因你而死，你还敢去打扰他？因我而死？他究竟是怎么死的？你不必知道，你也不准去看他。连在他的坟前焚香祭拜都不行吗？不行！若是我非去不可呢？我就杀了你！你就是杀了我，我也要去。好，刀来！老夫以此钢刀为誓，只要你不立刻回京，老夫不但要杀你，还要倾我马帮之力与朝廷为敌，让你赵家天下从此灭绝。无为此事，如同刺刀。当年因灵儿处死，悲伤过度而铸下大错，造成今日你父女之间永难弥补的裂痕。追根究底，都是我的错。小双，希望你能原谅爷爷。爷爷，我不怪你。白姑娘，八王爷与令堂只有爱情，并无怨恨。如今你也该认父归宗了吧？小双，我不会认你。这19年来，我只有爷爷，只有欧阳叔叔，只有马帮的弟兄，我没有爹。小双，爷爷，你不能在我恨了他那么多年之后，让我突然接受他。我做不到，我做不到。小双，老夫实在没想到会成为这种局面。不能怪他。若要让小双认我这个爹，就要靠我自己努力去争取。唉，白灵，没想到你会为我生下一个女儿，更没有想到你会因此而死。这份愧疚，只怕终我一生也难以平复。请进。
小叔，这么晚了，你找我有事啊？快坐下来说。不用了，我问你2个问题，问完我就走。好，你尽管问，我一定照实说。你有没有真心爱过我娘？事到如今，你还想知道？不错，这个问题对我十分重要。好，她是我所接触的第一个江湖女子，她的热情、豪爽、率直、真诚，是我从未在其他女子身上见过的。虽然我比她大了10几岁，可是不错，我的确真心爱过她。而且到了如今，我仍然没有减少1分对她的爱意。我这样的回答，你满意吗？不要问我是否满意，你再回答我第2个问题。你说，如果当时她没有怀上我，如果当时她没有因为生下我而去世，你会不会把她娶回去？我会。你那么肯定？虽然我早有妻室，再说皇家的规定不许与平民通婚，更何况白灵出身于江湖，就更多了一份顾忌。我的确花了不少功夫，向皇室宗亲争取。结果呢？他们终于同意了。这也是我半年之后又到马帮来的原因。谁知道你娘她却不肯见我。就算你有心娶她，她也未必肯嫁入王府，受到皇家的拘束。我知道，如果当时她肯嫁给我，我情愿放弃王爷的身份，做一介平民布衣，而且我早就做好了准备。可惜，造化弄人，命中注定，也许我与他终究无缘。你要走了？该问的我都已经问完了。你是肯原谅我了？明日一早我要去祭坟，你可以一起来。
白小霜肯认王爷了吗？认不认虽然不知道，至少他已经接受王爷了。百灵，我们的女儿已经长大成人了，她跟你一样，有一身的好武艺。她跟你一样，倔强而自有主见。她会好好照顾自己的。你在天之灵也可以安心了。灵儿的确够倔强，可是她所做的一切，却从不后悔。她没有看错你。白大当家的，老夫早已为过去的作为懊悔不已，还请王爷大人大量，不以怪罪。不，白大当家的丧女之痛，可想而知。然而，我也的确该为白灵的死负责。不，那是灵儿自己的选择，不能怪你。小霜，爷爷，当年的情形你已全然明了。今天，在你娘的坟前，你也该认父归宗了。我姓白，不姓赵。我叫你爷爷而不叫你外公，那是因为我是白家的人。小霜，我知道我不应该怪你，可是我不属于皇室，我属于江湖，属于马帮。小霜，你可以选择去京城，认祖归宗之后，你就是堂堂郡主的身份。我宁愿选择做一个江湖人。我相信我娘当初的选择没有错，她没有后悔过。小霜，我虽然不会跟你回京城，可是你可以来马帮看我。我会留在这里，继承爷爷的事业，接掌马帮。王爷，可以启程回京了，免得府中挂记。白老当家，欧阳兄，后会有期。王爷，请上路吧。